即将于下周访问美国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启程前同时对中俄发难，不仅暗示对乌军援，还妄自将台湾问题说成全球问题，并称坚决反对所谓依靠力量改变现状。对此，中国外交部连续2天严正回应。而在韩国国内，对于尹锡悦为何在此时抛出这样一番言论，同样感到大为不解。 韩国总统尹锡悦18号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问题，而应该像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问题一样，超越地区，视为全球性问题。他还称，韩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坚决反对以实力改变所谓台海现状。 这一采访内容公开后，韩方似乎也意识到了发言的不妥和问题的严重性。韩国外交部19号进行了紧急修补，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地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都很重要。因此，政府一直坚持尊重中国的立场。韩国外交部同时还强调，尹锡悦的言论并非是对一个中国原则提出异议。 对于尹锡悦及韩方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他人智慧。朝鲜半岛问题与台湾问题根本不具可比性。近年来，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是岛内台独分子 在境外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搞分裂活动，台独行径与和平稳定水火不容。要维护台海局势和地区和平安宁，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反对外部干涉。朝鲜和韩国都是已加入联合国的主权国家。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性质、经纬全然不同， 根本不具可比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希望韩方切实遵守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精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审慎处理台湾问题。中方这一严正表态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 但反常的是，韩国外交部一改之前的态度，于20号夜由韩国外交部第1次官张浩振出面召见了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以批评韩国元首是外交失利为由表示抗议，甚至强调中方应努力避免因此次事件对两国关系发展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对于韩方倒打一耙，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号回应称， 中方已分别在北京和首尔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全面阐述中方立场，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韩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韩方恪守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正当合理，坚定不移。希望韩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一道，以实际行动 维护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于尹锡悦突然抛出的这番涉台言论，就连韩国国内都大为困惑。据韩国《韩民族日报》报道，21号下午，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在国会召开紧急记者会，就尹锡悦涉及台海等问题的言论发出警告称，此举无疑是给韩中关系火上浇油，可能造成令人难以承受的外交恶果。 稍有不慎，就会让韩国民众和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并敦促尹锡悦访美期间贯彻韩国不介入台湾问题的原则。事实上，自尹锡悦政府于去年5月上台以来，在外交、军事等各领域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密，不仅积极推动萨德系统在韩部署，还加入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等等，破坏来之不易的中韩关系良好局面。 此外，在美方撮合下，还与日本实现了历史和解。有分析指出，尹锡悦政府的做法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战略误判。这种一味讨好、追随美国，必将使韩国的外交回旋空间受到极大制约，最终严重威胁韩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它与美国关系的强化，与日本关系的改善，它有着一种假想敌的，那么同时我们也考虑到，美国拜登政府。 当前的外交政策上，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主要是服务于大国竞争，主要是对中国、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打压，同时呢，对朝鲜进行威慑、进行打压，这些做法，导致了东北亚地区，冷战格局与阵营对抗的苗头开始出现。
我显而易见，这不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4月21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兰亭论坛上也重点谈及台湾问题。他再次向国际社会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湾的历史，也是台湾的现状。中国的土地收回来了，就绝不会再失去；战后国际秩序建立起来了，就绝不允许被颠覆。谁要在中国主权安全上搞动作，我们绝不退让。在台湾问题上玩而活者，必自焚。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妄议台海议题，尹锡悦在路透社的访谈中还惹怒了俄罗斯。尹锡悦称，如果乌克兰出现无法容忍的情况，韩国将在人道援助和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武器，标志着韩国政府首次改变反对军援乌克兰的立场。尹锡悦相关表态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随即作出强硬回应称，如果韩国对乌军事援助，那就意味着韩国卷入冲突，不仅损害双边关系，还会影响半岛局势，俄方也有可能对朝鲜提供军援。尹锡悦一下子惹恼临近2个大国的言论，引发韩国舆论哗然一片。韩国时报20号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尹锡悦将于4月24号至30号对美国进行为期7天的国事访问。相关表态可能是尹锡悦精心策划的投名状，希望主动向美国示好，以期获得利益交换。我想尹锡悦这个时候做这样一番表态，有对美国投其所好的这样一个意味，也有加强和美国协调的这样一个意味。拜登政府现在在对华的战略打压上，更加重视，那么利用台湾问题，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小动作不断，同时呢，也希望，其他一些相关的国家也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他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向深圳卫视表示，在不平等的同盟关系中，尹锡悦访美也注定得不到实质性成果。拜登政府看似重视此次尹锡悦访问，实则只会做表面功夫，满足韩国虚荣心，达到利用韩国推进印太战略的目的。美国可能会在对朝鲜施压、安全合作承诺等方面对韩国做出表态，但是这些不仅不能解决安全威胁，反而可能导致韩国更不安全。